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4.56，收盘价是242.8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8.90，最低价是在238.8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875.58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9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是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走势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然后呢开盘之后股价被迅速拉升，上方是在10日均线值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在盘中开始震荡下行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下方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上下影线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，那说明股价在当日盘中下跌的时候，在回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并且呢，在盘中是造成了一个大幅的震荡，但是呢，最终当日的 K 线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那这是预示着股价继续下行的信号。那么股价继续下行，下方的支撑就是20日均线值。那如果20日均线值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波小幅的反弹，而反弹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因为我们从目前的 K 线来说，那我们会看到连续1、2、3、4、5、6个交易日的红 K， 如果我们把它合并，这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么左侧这两根绿 K 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那右侧我们会看到是实体的部分是包含了左侧这根绿 K 的实体部分，这也称作叫长红吞噬。那出现长红吞噬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。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所以说我们认为股价在近几个交易日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，并且就是要继续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4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2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11月4日收盘价是在242.84，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股价的下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差别较大，但是当日在盘中它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性质则是完全相同的。对。
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对于11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2。那目前在到达212之前啊，现在20日均线值是在138附近，还有一个就是缺口的中线是在230。我们说缺口中线是指还没有被回补之前的中线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条上行趋势线，这是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的上行趋势。那么这根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呢，或者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交点呢，都会成为支撑。那在11月5日是在220附近，所以股价要想到达这个212，目前20均线值、缺口的中线，还有这条上行趋势线，都将是股价的支撑。好，那么如果212被跌破呢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这个多头趋势不仅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这个212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也认为它是个强支撑。那既然这个位置是强支撑的话，那么多头一定不会等待股价到达这个位置而去支撑股价，而是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行进中啊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得到多头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至少是这条趋势线应该我们认为会成为日后股价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212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3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82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的上行当然是要站上274，我们取的是整数前高，站上这个位置将会恢复自4月22日以来和8月5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啊，目前我们认为首先股价要出现反弹，出现反弹之后要站上5日均线值才能够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所以目前股价要上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5日均线值。那我们测算呢是在11月5日是在250这个位置，它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。那么这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重要标志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后面的我们曾经有过几个点位，一个是260，它也正好是整数关口，也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265这个位置，还有270。所以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点位都将是强压力，也就是遇压力，股价是很有可能继续反转向下，而去向下去测试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是250这个整数关口，股价在11月4日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11月5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244.5，也就是这根红 K 小红 K 实体的上沿。我们把水平线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含长上下影线的 K 线啊，并且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，那么出现这样的K 线，说明多空双方啊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一个焦灼，就是说在目前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啊，目前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了，可能是要守这个位置，或者说是为守住20均线值而提前做的一个准备。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含长下影线的 K 线，
那后续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反弹的。而一旦股价反弹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个小的红 K 实体的上沿，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能够有反弹的走势。否则，股价如果说高开盘遇到这个位置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去出现一根大幅的下跌的 K 线的。对，所以在11月5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244.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这个多头的仓位呢是，我们分别是在这两个绿 K 的收盘价各5%进场，成本价是在264.5附近。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0，我们取的整数是243。那么目前我们会看到，如果我们精准的来看，是242.65，而这根红 K 呢，收盘价是在242.84，并没有跌破这个止损位，所以这个仓位呢，我们可以继续持有。因为出现这样的下跌，我们会看到含有长长的下影线。如果次日出现反弹，这个地方很容易会成为一个底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仓位呢，我们可以继续持有，再等待一个交易日。同时呢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也可以守20均线值，是在238到237之间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来说的。那么在11月4日收盘价在242.84这个位置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因为虽然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下行会有反弹的可能，但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这是一个长红吞噬下跌的动能，所以目前股价呢各项指标呢我们会看到也都是向下的。对于多头来说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0整数关口，就是5日均线值。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是下方的这条趋势线和212，这条趋势线和当日11月5日 K 线的焦点是在22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11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7到249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那么它也包括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这是一个强压力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50到251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60，在这个位置。第四个压力位是265。那么第五个压力位就是从270到274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，在239附近。第二个支撑是237，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。第三个支撑呢是在230附近，或者231这个区域，这是这个大的缺口的中线。然后第四个支撑是22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35，在这个位置。对。那么收盘价呢，会收在238附近。
那出现这样继续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。那么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3，在这个位置。最高上方会到达25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仍然会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或者说是小绿 K 线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